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现代人常常不自觉地在日常饮食中积累毒素，这不仅对身体有影响，也会影响心态。你们知道吗？如果不及时清除体内的毒素，不仅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最终也会影响到心态，导致身心俱疲。因此，今天我带来了一本能够帮助我们通过饮食方法和习惯来清除体内毒素的书籍。宫岛贤也先生的著作《心态、九成和饮食相关》，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通过饮食来调整心态和身体，掌握最有效的排毒饮食方法吧。今天的内容包括：第一章，揭示将心灵和身体中的毒素排除至极限的终极饮食方法；第二章，心灵和身体的衰老破败是由于积聚在肠道中的某物所致，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和帮助。首先是第一章，揭示将心灵和身体中的毒素排除至极限的终极饮食方法。作者指出，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往往会导致体内不知不觉地积累毒素。如果你感觉情绪低落、思维迟钝、体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问题，很可能是因为体内积累了毒素。为了消除身心的毒素，最重要的就是改变饮食习惯，避免给身体带来过大的负担。当我们减少对身体的负担时，就能防止体内毒素的积累，并且还能排出已经积累的毒素。过度进食和暴饮暴食是对身体造成负担的典型行为，也是毒素积累的主要原因。大家都有过吃得太多后次日感觉身体疲倦的经历，这就是体内毒素积累的表现。因此，通过控制饮食量和合理安排饮食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主张将一天分为3个周期，以确保我们的饮食不会导致身体积累毒素。第一个周期是从凌晨4点到中午，这段时间被称为排泄时间，也是身体排除毒素的时段。第二个周期是从中午到晚上8点，被称为摄取时间，这时身体主要需要摄取食物和营养。第三个周期是从晚上8点到凌晨4点，被称为吸收时间，此时身体会从白天摄入的食物中吸收营养并加以利用。这个周期模式非常熟悉，对吧？在我们的频道中，我们也介绍过16小时进食法，重点是在中午到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摄取食物。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排泄时间。当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时，往往只关注了食物摄入，比如当电视或其他媒体介绍某种被称为健康食品时，我们会兴高采烈地大量摄入这些食品，甚至加上补充剂，认为这样可以使体内更加健康。然而实际上，身体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健康，这是因为我们过度关注了食物摄入而忽略了排泄。身体更希望排毒，而非单纯吸收营养。作者指出，排泄对于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排泄功能出现异常，废物将在体内积累，这些积累的废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毒素。很多视频和书籍常提到身体积累毒素，实际上指的是食物摄入后未能顺利排出而在体内积累的物质。也就是说，食物摄入过量会增加身体积累毒素的风险，即使食物中含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物质，过量摄入的营养物质也会在体内堆积成毒素。因此，适量摄入食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毒素主要积聚在身体的哪里呢？印度的传统医学阿育吠陀教导我们，毒素主要积累在身体的消化系统、血管和淋巴系统中。例如，摄入过多的动物性脂肪会在血管内积聚成胆固醇，并转化为过氧化脂质。这种过氧化脂质是体内有害毒素之一，会在血管内堆积，导致血管老化和受损。当大便在肠道内积聚，逐渐形成宿便并释放甲烷等毒素时，你们中间有没有经常感觉经常放屁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宿便堆积导致甲烷等毒素大量产生。积聚的毒素会破坏肠道黏膜，引起肠壁溃疡，影响营养吸收，甚至还可能成为息肉或肿瘤的温床，结果导致肠道环境紊乱，影响全身健康。近期的研究表明，
肠道不适会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自律神经失调，破坏荷尔蒙平衡，甚至影响心理健康。本书的标题正是表达了饮食对心理健康的巨大影响。那么，要想适当的排出毒素而不让其积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针对这一点，之前介绍的排泄时间，即从凌晨4点到中午的时间段，就显得至关重要。很多人都习惯在早上完成排便，这是非常合适的行为之一。清晨排便可以帮助清理前一天晚上摄入的食物残渣，保持一天的健康节奏。因此，避免在早晨食用会妨碍排便的食物非常重要。在本频道之前介绍的有的书籍中，曾经建议早晨不进食，但本书中提到水果是可以作为早餐的例外。习惯了空腹的人可以坚持不进食，但如果无法忍受空腹感的话，可以选择吃一些喜欢的水果，这样就能心理上更轻松地改变饮食习惯了。接下来，我们来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水果可以作为早餐吃的唯一食物。正如之前所解释的，根据人体生理周期来看，早上顺畅排便是非常重要的。早晨醒来时，身体会优先排泄大便和尿液等废物，这是身体自然的生理节律，同时也会通过排便来调整自主神经。早晨吃一些不会干扰肠道排便活动的食物，对保持健康生活至关重要。水果富含酵素，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不给消化系统增加负担的情况下被摄取，结果是肠道排便节奏和功能不会受到干扰。此外，水果作为单独食用时，有助于胃肠消化。如果将水果与其他食物如米饭、面包、肉类一起食用，水果会在胃中发酵腐烂，这已经被证明会影响消化，并可能导致气体产生。根据作者的观点，水果应该单独食用，特别是在考虑早、午、晚3餐时，只有早上单独食用水果才是最佳选择。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有助于保持正常的排便。如果你选择在早上吃水果，就要有意识地保持这个习惯。当然，就像我们以前推荐的那样，不吃早餐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绝对不能忽视饮水。无论是否吃水果，都应该在上午喝足够的水，这是本书和其他书的共同观点之一，旨在促进排便并补充睡眠期间丢失的水分。多喝水有助于排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的近70%是由水构成的。如果身体缺水，会发生什么呢？血液会变得粘稠，导致血液循环不畅。血液循环不良意味着全身细胞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这会直接影响细胞的正常工作。血液还负责收集全身细胞产生的废物，如果血液循环不畅，全身就会积聚废物，这就是身体积聚毒素的状态。长期下来，这些毒素会导致细胞炎症。如果你感觉身体疲倦、状态不佳或皮肤干燥，可能是因为体内缺水。现代人普遍缺水，因为他们不喝足够的纯水，反而大量饮用含糖的运动或营养饮料。这些饮料不是纯水，会使血液粘稠，影响细胞新陈代谢，导致体内毒素堆积。因此，我强烈建议从今天开始多喝纯水。多喝水有助于通畅排便，促使尿液排出，有效清除体内废物。你会感到更有活力，身体也会更健康。通常建议每天饮水量为体重的1/30。根据作者的说法，对于体重60公斤的人来说，每天需要饮用2升水。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么多水的人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很多人可能在不自知中出现脱水症状。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在选择饮用水时要有所考量。理想的水应该是从天然源头涌出的纯净水。然而，在现代社会，大量饮用这种水可能有一定难度。推荐的方法是购买矿泉水或者使用净水器过滤自来水。直接饮用自来水也可以，但由于其中含有氯等物质，所以最好能够进行过滤处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每天确保摄取足够的水分，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请记住，果汁并不能替代饮水，因此要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有助于排毒和保持身体清洁。接下来，我想继续探讨一种非常重要的排毒方法，即断食。短期内进行断食，可以将心理和身体中的毒素排除到极限。因此，对于长期饮食不健康，导致体内毒素堆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值得尝试的饮食方法。断食非常简单，没有复杂的步骤，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因此在经济上也非常划算。此外，断食还可以调整身体状态，有些人甚至将其比作不需手术的外科手术，这足以显示其神奇之处。然而，断食的缺点在于执行起来较为困难，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多天不进食的情况下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因此，我推荐的是更简单的断食法——半断食。所谓的半断食是连续18小时以上不进食，你可以每2周或每月进行一次这样的断食，定期实行会增强其健康效果。接下来，我将具体解释一下这种半断食的方法。首先，断食时间应设定为18小时。为什么选择18小时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大约需要18小时来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排泄。简单来说，一顿饭后就让胃肠自行运作，不再干扰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顺畅排出废物。这种半断食方法不仅有助于消化吸收，还能有效排毒。为了确保达到18小时的断食时间，最简单和常见的方法是不吃早餐。尽管16小时断食已经比较流行，但再加上2小时就能达到18小时的半断食时间。如果你已经可以做到16小时断食，那么增加2小时应该不是太难的。当然，虽然说是不吃早餐，但并不是完全不摄入任何东西，仍然需要大量饮水。因此，请记得多喝水。如果愿意，也可以喝些温水。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入是一种提高细胞新陈代谢和排泄效果的技巧，而不影响代谢力。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会想到喝茶或果汁是否可行，但作者建议在半断食中应避免摄入含营养的饮料。虽然市面上常见断食伴侣如酵素饮料，但作者指出，即使这些饮料也应避免。原因在于，补充营养会刺激胃肠运动，破坏断食的效果。大家进行断食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为了让胃肠得到休息，促进消化吸收和排泄，彻底排除体内毒素。但如果在断食期间摄入营养物质，那么就会失去断食的意义。因此，在断食期间应该心怀排毒的目的。当感到饥饿时，多喝水，而不是摄入其他饮料。单纯喝水可能会降低体温，因此也应该适量喝温水，体验那种像胃肠在享受温泉一样的感觉。建议大家也尝试这种方式，体验这种奇妙的感觉。接下来是第2章，心灵和身体的衰老破败是由于积聚在肠道中的某物所致。你们听说过玄米菜食这种饮食习惯吗？这是通过以水果、蔬菜和玄米为主食来排毒的健康饮食方式，结合前面介绍的半断食方法，可谓是一招制胜的组合。毒素会迅速排出，身体也会得到净化。此外，这种玄米菜食搭配半断食，不需过多关注热量摄入，因为以生的植物性食品为主，不易摄入过多热量。无论你吃多少沙拉，都不会摄入过多热量。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这意味着在排毒的同时也可以减肥，是一种非常棒的饮食方式。因此，我们将深入探讨这种出色的饮食方式——玄米菜食。如果你之前听说过这种饮食方式，但还未尝试过，我建议你观看今天的视频，并尝试实践玄米菜食，亲身感受一下身体状况的变化。首先，主食当然是玄米。米的胚芽糠部分富含丰富营养，而去除这些营养成分后形成的白米则较为贫乏。相比之下，玄米则保留了这些重要营养素，因此将玄米作为主食，几乎包含了维持健康所需的大部分营养素，无需过多关注其他营养素的摄入。换句话说，
不用再费心选择其他菜品来补充营养了，只需吃玄米就能自然而健康。增加菜品可能导致热量过剩的可能性增加，同时离少食也更远。玄米能减少菜品的摄入量，是一种极佳的健康食品和少食辅助食品。玄米越嚼越美味，咀嚼动作非常重要，因为充分咀嚼可以刺激饱腹中枢，即使少食也能感到饱腹，减少整体食量。这意味着，与白米相比，玄米在少量摄入的情况下也能满足食欲。通过减少菜品量并充分咀嚼，可以获得饱腹感，从而减少整体食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食量减少也意味着减轻身体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玄米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主食。如果你对玄米不太感兴趣，可以从3分玻璃米和5分玻璃米开始尝试。当然，如果你喜欢发芽玄米，那就更好了，因为发芽玄米比玄米更加营养丰富，更值得推荐。除了玄米，增加水果、蔬菜、地瓜、豆类、海藻等植物性食品，构成玄米菜食的饮食方式。以植物性食品为主，减少动物性食品的摄入，可以使心情平静、稳定。作者特别强调，在情绪不稳定或抑郁症状较重时，建议以植物性食品为主。肉类和鱼类容易刺激情绪激动，使交感神经过度活跃，而抑郁症状下，交感神经已处于过度活跃状态，导致持续的紧张状态，自责或担忧未来。这种紧张状态称为抑郁。为改善这种状况，以植物性食品为主的饮食生活更为适合，因为它不会刺激交感神经，有助于平静心情、稳定情绪。因此，为了缓解交感神经的紧张状态，暂时减少肉类和鱼类等动物性食品的摄入也是一个方向。据作者自述，他在压力大的时候采用了这种方法，不吃肉类和鱼类，而是以植物性食品为主的饮食生活。但是并不需要完全模仿这种方式。作者也提到过，比起强迫自己不吃肉类和鱼类，更好的做法是对自己坦诚，因为这对心理和身体都有好处。心里想要吃肉类和鱼类是有意义的，但是当精神状态不稳定时，需要控制一下，不要强迫自己吃过多的肉类和鱼类。此外，采用玄米菜时，对大家肠道环境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肠道环境的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也会得到恢复，感受到幸福感的包围。自然而然的饮食方式会使我们本来就存在的肠道菌群达到最佳状态，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也有积极影响。例如，约有90%的幸福激素、血清素存在于肠道中，肠道就是血清素的生产基地。因此，改善肠道菌群是增加血清素的捷径。随着肠道环境的改善，会增加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其他神经递质，这是改善心理状态最简单安全的方法。相反，如果肠道内有害菌增加，会导致多巴胺的氨基酸无法代谢，即多巴胺的生成变得困难。多巴胺是一种调节快乐和动力等的神经递质，当多巴胺减少时，人们会失去动力，同时失去对乐趣的渴望，感受力也会减弱。如果最近感觉生活不再有趣，喜欢的事情也减少了，可能是因为多巴胺不足的原因。肠道环境可能是你情绪低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恶劣的细菌会干扰多巴胺转换成肾上腺素的过程。肾上腺素是我们重要的神经传递物质之一，能提升集中力和判断力。肾上腺素不足会导致缺乏兴奋、动力和集中力等感觉。当多巴胺和肾上腺素都不足时，会出现对任何事情失去兴趣、动力不足、无法保持专注等症状。这正是抑郁症的特征之一。总而言之，肠道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心理状态，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出现。同时，肠道状态也直接影响大脑功能。当我们出现便秘或排便不畅时，可能会感到缺乏动力和情绪低落，这其中一个原因是肠道问题。因此，保持良好的肠道环境对于多巴胺、
肾上腺素以及血清素的正常生成至关重要。这些神经传递物质对于维持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至关重要。要改善肠道健康，首先就是刚才介绍的是玄米菜食。糙米富含有利于维持肠道健康所需的纤维素，并且通过食物摄取提供肠道细菌所需的营养素。此外，动物性蛋白质如肉类和鱼类被发现是有害菌的营养，因此暂时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量也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同时，提供对肠道舒适的饮食也非常重要。少食或者进行断食可以清除肠道内的残留物质，减少有害菌的食物来源，从而自然改善肠道菌群，避免摄入对肠道不利的食物。积极摄取有益的食物可以维持肠道健康，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最有助于肠道健康的食物应该是发酵食品，因为它们富含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健康的乳酸菌。自古以来，日本就拥有丰富的发酵食品可供选择。日本有着如此丰富的发酵食品资源，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感激的事情。即使是喝味噌汤也能摄取到乳酸菌，而在鱼类料理中加入酱油也能获取乳酸菌。发酵食品中的乳酸菌含量丰富，通过食用发酵生菜也能补充酵素。只要生活在日本，并且享用传统的和食，就能够满足肠道细菌的需求。日本人平均寿命较长，可能也与这些肠道细菌的益处有关。说到发酵食品，比如酸奶和奶酪可能会让人产生疑问。严格来说，酸奶和奶酪中含有的乳酸菌与泡制食品或味噌中的乳酸菌并不相同，因为乳酸菌分为动物性和植物性两种。虽然笔者推荐的是植物性乳酸菌，但习惯食用酸奶的人无需强行改变。重要的是调整肠道环境。如果通过食用酸奶能保持正常排便，那么可以继续食用。但如果觉得食用酸奶后肠道环境没有改善，那么可能酸奶并不适合您。这时候转向植物性发酵食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要与自己的身体进行充分对话，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虽然日本古来的发酵食品大多适合日本人的身体，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适合这种饮食。即便是在日本长大的准日本人，也可能更适合酸奶而不是泡制食品。这也适用于所有的饮食方式。因此，尝试不同的饮食方法，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非常重要。总之，通过玄米菜食可以改善症状，保持心理和身体的活力。肠道积聚有害菌会影响神经传递物质的生产，导致心理和身体状态下降。为了保持良好的肠道环境，需要实践玄米菜食和少食的方式，并加入适合自己的发酵食品，以保持肠道清洁。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